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子渊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刀切。什么是一刀切呢？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零层次的一种变化，它可以搭配零层次加上一些比较有时尚的刘海，这就是一刀切的概念了。那讲到一刀切呢，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，就是越简单的东西，它其实是越难的哦。不要以为它越简单，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失误，相对来讲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了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发流，很多人在剪零层次或者是低层次的时候呢，都不 care 发流的问题，因为剪头发是没有办法改变发流这件事情的。在发流的时候，我们着重的是要看发根的位置，所以首先你的眼睛应该先看发根，梳下来之后，你再跟着剪发梳往下走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会很清楚知道这个发流是向前的还是向后的，有没有自然卷，都可以透过发根的发流来去做判定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也就是张力了。我们遇到非常多人，因为亚洲尤其是台湾自然卷的比例超级高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用的张力太大，其实基本上你有点微微的自然卷，它还是会弹上去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剪发梳的宽齿的部分，或者是你可以用手轻轻的压在背上进行做剪裁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。如果你在剪第一层的时候，我建议你还是用空剪来进行。什么是空剪呢？就是用剪发梳梳下来之后，用剪刀进行做搭配，这个我们称之为空剪。第三个就是剪刀工具了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要赶时间，我们会用可能7寸、6.5寸的剪刀来剪我们的一刀切。可是往往前段跟后段它不在头发的自然垂落的位置下面的时候，很容易会多剪到一些你不需要剪到的头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会产生出左右两边的落差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一支 Roca 55S 的剪刀。这支剪刀有什么特色呢？很简单，第一个，它符合人体工学，所以我们在剪一刀切的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我们的手腕会受伤。它有一个大拇指可以放置的位置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。第二个就是它在有一个单边的位置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锯齿状的。那它什么效果呢？就是当这个锯齿状的时候，它不是打薄刀，它一样是平剪刀。因为我们在剪一刀切的时候，最害怕的就是你在剪的时候，头发会往前跑。你有时候用一些不利的剪刀，或者是太长的剪刀，或者是太厚的头发，基本上都会容易跑掉。但是它的这个锯齿状的设计，它可以帮助你咬住这些头发，剪上去的时候就可以跟你想要的切割位置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我们 Roca 55S 这把剪刀最好用的地方了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画面喽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画面。那各位会看到，我们现在已经先分了一个中线，然后一点微微的向前斜的一个分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要剪的是一个后短前长的一刀切，所以我会分有一点微微的斜度，可以帮助我们在剪切口的时候，可以慢慢的往下去做延伸。那我们之前有讲过3个重点，第一个，自然垂落就非常重要了，所以我们的头发自然垂落一直到两旁边，它的自然垂落都是以发根为我们的目标，所以你的眼睛一定要看发根，去观察每一根头发自然垂落的位置。但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非常容易会误判，就是这两边的耳后区这个地方，自然垂落是在这个位置，而不是在这个位置哦。这个要大家搞清楚，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你真的在抬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头发它会往前，它就不是自然垂落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以分线为基准，慢慢的有一点点向后梳的感觉，其实它没有，它是自然垂落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第二点就是张力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在拿发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剪发梳进行所谓的空剪进行做剪裁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将头发梳理好，但是它却不会有太过多的张力去影响到我们头发的回弹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剪刀的切口了，我们一个个等一下就会操作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首先先在中间这个地方拿出一些引导出来，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头相对比较短的位置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延伸到前面的斜度，所以这边是算是一个开头，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要特别去思考到最短的长度，我大概会是及肩的位置，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去做我的下刀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就自然梳落，所以我们就是用剪发梳转进去梳，可以轻轻的往下压，好，剪刀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短的引导线，然后我们会依照这个为延伸的位置，然后慢慢的向前斜。那你可以按照你的分线的斜度，慢慢的去接。那大家会注意到，就是我们这个剪刀呢，其实基本上只要你头发不是过厚的状况，我们在裁切的过程当中，
它基本上都不会跑动的，剪哪里就打哪里，可以就非常非常的干净。OK， 一样跟分线平行，发根没有过多的改变。大家现在应该会注意到，我现在握的这个剪刀，因为它有人体工学的这个手把，所以我在剪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大拇指在放置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轻松。我们让头发都跑在最自然的一个状况，等一下吹风完的时候，它所得到的效果是最接近我们自然的样貌。那如果会跑动，你可以轻轻用手压住，就像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角就会被保留。我在另外一边一样，最后一小撮不好剪，你可以偷偷的用你的手指压住。你会发现这个剪刀，因为它里面有锯齿，所以它特别容易咬住我头发，就比较不会跑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左边的跟右边的分区再往下一个分区去做延伸。那我们的斜度都是相同的，所以它等一下会创造出有点微微向前斜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我们让它往后面这个方形的这个位置慢慢的放下来，然后去做裁切。它通常会越来越长，所以前面会不好剪，那你就可以偷偷的用手指压下去。OK， 这样剪完之后，它往前放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有带一点点角的一个零层次的效果。那这就是所谓的一刀切，就是这样顺着下去，这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的这个斜度没有那么顺畅的话，很容易会产生破洞的问题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层了。我们上面完全按照自然垂落，不要去刻意的去改变你自然发旋的位置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该剪的头发都已经跑出来了，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用你的手指压住，啊，直接去剪出你要的外轮廓的线条。脖子微微的动一下，转到侧边来，然后梳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一刀切完之后，通常会在两侧的刘海放一些头发，不会让这两边看起来太平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分出我们的刘海三角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会建议你，就是你就往前梳，然后看哪些头发是你想要表现的。假设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好，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分区了。我们是按照头发掉落的位置来进行我们的刘海分区的安排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先夹起来。相对另外一侧也是，假设我只要到颧骨的位置，其他我们都可以先把它夹起来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前面的刘海分区。那在剪前面刘海分区，我给各位一个小建议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按照头发的自然垂落去开我们的引导线了。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在里面呢再开一个小小的三角形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的最短的位置大概是在鼻子左右，那所以我们就先设定到这个地方，梳下来，手轻轻的扶住。好，我们用点剪的。OK， 大概会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等一下刘海是从这个短的慢慢延伸到长的位置，大概是在颧骨到嘴角的位置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第二层的刘海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设定在哪里呢？先把它梳下来，先设定在下巴跟嘴巴的中间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点剪。然后进行跟中间的三角分区的刘海进行做连接，把它梳出来。一样自然垂落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进行做吹风，吹风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喽。好的，接下来吹风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细修。它在修这个底线的时候非常容易，因为它只需要看到有问题的底线，只要剪过去，它都不会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锯齿，要很顺的就可以修过去了。OK， 就非常干净的，就整个修过去了。一样转过来，
放在手心上面。好，这整个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下面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层次的。那我们可以稍微透过点剪，去把头发稍微服贴一些，头发稍微可以服贴进去，哪里厚的，低角度，点剪里面的位置就可以。像这边就比较厚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在修饰的时候有一些跑出来的，你也可以再稍微修饰一下。OK， 那这样的完成度就非常高了。你们应该可以从这边看到一刀切的斜度是非常顺畅的，不会因为有肩膀而去做任何的影响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这个内容了。我们首先透过一刀切的技术呢，自然垂落，不要使用太多的张力，然后去做剪裁。然后最后我们再透过这一把 Roca 55S 的剪刀去咬住头发，让剪这个一刀切不会让你压力这么大，因为你的工具如果对了，相对来说剪起来就比较轻松了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细节，如果没有注意好，你就剪出一个不对称或者是怎么剪起来都怪怪的一刀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换个场景做收尾咯。好的，我相信大家刚刚看完了一刀切的内容之后，对于这把剪刀的应用就非常了解了，对吧？那一样，我们下方有资讯栏的连结，然后可以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cience Cut Lab， 这个专属折扣码都有享有9折的优惠。其实这把剪刀的 CP 值真的超高，这把剪刀我记得它的定价才15000块，但是它可以剪很多那种在湿剪的时候啊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完成你所想要的切割点，它不会跑，因为它有一个锯子会咬住，或者是你在干剪的时候，你在点剪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在细修一些低层次的细节的时候，像这一把剪刀就非常好用了。OK， 那记得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，都有9折的优惠哦。这里是科学剪法实验室，我是魏子渊，我们就下集见喽，拜拜。